哇，这个速度感，哇，我直接播报红蓝光，我要给他。今天这个节目可有一点点不一样哦，我体验到了一个我自己目前看到过最夸张、最离谱的电竞显示器，而且这个显示器它还并不出售，不是，我这都用着 CR55寸了，什么240赫兹、Mini LED、HDR1000的显示器，我也都没少用是吧？没点好活我可不感兴趣啊。都这么说了，没有不来的道理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厂商呢，就是 TCL 华星。Hello， 欢迎参观我们华星的展厅。来吧，哇哦，这里面还有一扇门，感觉好像那种发布会现场。这个都是我们55寸的屏幕，然后拼接成的一个展厅。这个东西好有意思哎。是，这是我们的一个智慧商显，点公交站，它就会转到公交站这边来。那我走到后面去，它也会。嘿。这边呢就是咱们的电竞系列了。这 i1000加上去之后，我感觉它都不像一个长方形。你们可以来正面看一下，对吧？是不是很像正方形？这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120赫兹高刷，然后8K 的屏幕，然后它有2个特点，一个就是广视角，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一个低反射率。确实，像我刚刚站在这里，一直都没有觉得看不清。8K 120赫兹的屏幕，有没有弹幕的小伙伴给我算一下，这个比起我那一个2K 240赫兹，这个带宽应该要多多少呢？这里写着全球最小 8K， 我还特地去手机上面查了一下，发现还真没有这么小的 8K 了。哦，这不会就是我今天我要带走的那一台显示器吧？我能想象到它很离谱，但是当我肉眼看到它的时候，还是觉得这也太长了吧！你们看这个，哇，我就不客气喽。这个就是显示器啦，我很少看像这么大还这么硬核的东西啊！32:9的屏幕，说实话，肉眼上看上去真的太震撼了。我让你们看一下哦。这个宽度都快要把整个桌子都给吃满了。哎，这个显示器它特别弯，比我之前用过的那些都要弯很多，所以说它这个沉浸感应该会很离谱。哎，不过这个显示器还有一个更离谱的地方。我现在要怎么开机呢？插电源对吧？这里吧。哎，为啥它还不亮呢？是因为这是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，它一共有3个电源，要把它们全部插上。好了。哎，它就已经可以显示啦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我现在要是把这个最大的电源拔掉一个，会发生什么呢？1. 背光关闭，屏幕全黑；2. 背光开启，面板关闭。好，嘿，让我们看一下，灯亮一半，灭一半。大家可以把离谱打在公屏上。本来应该在这个地方介绍一下显示器的，但是我想了一下，效果强不强，那还得直接看最靠谱。我现在呢坐在这个显示器的正中间，在这个位置我说话我感觉都有一种混响的感觉。然后接下来我要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显示器到底有多亮。我先开一个任务管理器，哇，我直接播报，哇，这 iPhone 都直接出鬼影啦，各位。现在我的这边这个位置是一个60瓦的摄影灯，我现在给大家开一下这个屏幕，噔噔，怎么样？我感觉这个光还挺柔的，而且啊，我们还可以自定义一下。我先画一个大圆，然后再在里面再画一个小圆环灯，是不是有那味儿了？看看我的眼睛里面有没有那个圆形的眼神光，这样子就是方片灯。落日灯，哎，怎么样？在我的脸上现在有没有那种夕阳的光团？好像靶子，真的像靶子。哇，这个也太帅了！赛博朋克红蓝光，我怎么变成阴阳点了？我们先试一下这个地平线。按理来说呢，赛车游戏就非常适合用这种屏幕来玩了。哇，这个速度感，哇！我要给他地平线
赛车开太快了是吧？那就换个欧卡模拟器，沉浸式卡车司机的水手。再换个什么东原之星，那都是全景观看，你自己盖的城市尽收眼底。不过你们看我这个 CPU， 感觉它已经要不行了。OK， 那么现在压力来到显卡这边，如果是地平线，体验就更爽了。这个视野超级广，和普通的小屏幕完全是两个风景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LLO， 这就真的是纯属整活了，我都大概能猜到是什么样的。你看，果然我正常看这个地方，如果我要看一眼小地图呢，它在这里，真不是我不看小地图啊，它实在是太远了呀！再来说一下这个比例，32:9的显示器那是什么概念啊？从中间1分为2都能变成2个独立的16:9，往外放4个都能看到全部。好，那效果小伙伴们都已经看到了，觉得有内味了吗？现在就可以好好介绍介绍它的特殊之处了哦。这个 HVA 面板其实核心优势之一啊就是弯，不知道有没有去了解过曲面屏的小伙伴？曲面显示器里面一般都有一个参数曲率，这个数字就代表弯曲的半径，数字越大越平。比如说1009R 是这样的，1500R 就是这样的。一般 IPS 屏的曲率都没有办法小于1500R， 甚至还有2500R 的，就意思。而这块 HVA 的屏幕曲率是800R。那 HVA 主要做的呢，就是提高响应速度，减少拖影，顺便还优化了一下显示效果，保留 VA 对比度的优势。哦吼，这下一看又能弯，显示效果又强，岂不是带鱼屏绝配？原理我就不细说了，小伙伴们可以直接去 TCL 华星的公众号看。而且华星还透露了一下，配合 Mini LED 的话，理论上其他屏幕会因为对比度不够，很容易出现光晕 ，HVA 就会好很多。而且我还问了一下，这个 Mini LED 背光也是华星自主研发的，这5120分区是个啥概念呢？这么说吧，我这个1万块钱的显示器有576个分区 ，Lynx 老哥用的 PA32UC 是1152分区的。去年我试的 VT5 Super 这么大一台电视，2880个分区，这5120分区直接还要超出1倍啊！其实总结一下吧 ，HVA 直接解决了一个大难题，就是曲面屏的实用性问题，打破了之前画质和曲率只能2选1的超级难题。不难想象，之后应该会有一大批用 HVA 面板的显示器出现。可以说 TCL 华星是一举把这种形态的显示器推进了一大步。在超宽曲面屏的这个品类下，它不是什么廉价替代品，而是实打实的高端。比如最近经常出现的玄龙骑士，其实用的就是这块面板。我想这应该是一件非常值得兴奋的进步吧。好啦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